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摩托车的废油器回收系统。因为我记得我之前跟各位聊过，几乎每台摩托车4行程摩托车都有自带的废油器回收系统，就是汽车的废油回收管。那我们以进站为例，你们看到上面都是油，然后这根废油回收管，它是从这边这一根，它是从它这边算是凸轮轴盖、侧盖那边延伸出来，然后进到空气滤芯盒上，然后它进去这边以后，这个三角形这边就属于它的分离盒，下面这根管子就是它的废油回收管，废油会在这边。那它的作用就是，这支进气管，因为引擎发动以后，进气管会一直在吸气，它会顺带的把凸轮轴侧盖里面的气往外吸，然后经过这个的分离，废油会跑来这边，跑来这支管子，会跑来这支管子，然后其余的空气会在经由这边做个循环。那我先把这个空气滤芯盒拆下来。好了，我已经把它拆下来了。那其实这个孔，我在之前摩托车用高流量滤芯那一篇，我就跟各位解释过。其实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，这个孔的四周都有点油漆。那我再来讲一遍它工作的原理好了。这边这支管子，它就是接到凸轮轴盖，其实也不能说是凸轮轴盖啊，因为它那边就是正时齿轮盘，因为它跟凸轮轴盖有一个隔离，基本上它就是曲轴的另外一头，然后它直接往上通，就是内链条，它那个空间是内链条在跑的地方，所以爆炸的压力都是从那边往上跑。引擎在这样子嘛，然后这边是内链条，然后它直通曲轴，因为内链条是由曲轴带动嘛，所以爆炸下去的压力会从这边往上跑，然后经由这支管子吸进去。然后因为这边是化油器，不管你是喷射车还是化油汽车，基本上只要是4行程车，它都是从这边吸气，进气管嘛，吸气，然后它透过这个小洞，然后把曲轴箱的压力往这边吸，然后经过这个过滤，这边做油气分离，分离完的油来到这边废油管，然后多余的气就是再吸进去做一次循环。然后为什么我今天会要跟各位聊这个呢？第一个原因是我最近发现我的这支管子里面几乎没有油，只有一点点而已。因为正常来说，你只要是4行程车，这支管子里面一定要有油，一定会有油，但是可能会因为
这个里面的过滤系统老化以后，导致可能里面会有积碳啊或什么东西，降低它的过滤效果，甚至到最后可能会导致这个管子堵住。这个管子如果堵住的话，你曲轴箱的压力没办法透过这边宣泄，就会导致你到处漏油、爆油封啊，诸如此类的都会有。然后我也是有发现我的这边，就是正时磁盘那个盖子附近都会开始渗油，甚至我的键盘下方都开始有油漆的出现，所以我才想到，这个我已经很久没有清，非常久没有清了。然后再加上这支管子里面都没有油，所以我才想到会不会是有可能我这边已经堵住了，所以车子最近在高速加速甚至高速的时候，都会有点怪怪的。那今天我们就是来清这一颗，那这一颗的清洁，我不建议各位拆，这个盖子千万不要乱拆。很久以前我拆过一次，什么车我忘记了，拆完以后装不回去了，怎么粘它都是会漏气。因为这个你绝对不能让它漏气，你一漏气的话会影响这支管子的进气，这支管子的进气效率，因为它到就变成就是说这边一直在偷吸气，这支管子就没有吸气。现在讲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引擎内部的压力就出不来。有没有？你看，我只要一拿反，里面全部都是油水。这个是油，有油也有水。那这样证明我的猜想应该是没有错，我的这一个塞住。有没有？我这个盖子几乎是干的，都没什么油。然后当经过这个过滤以后，出来的空气，如果还是有油气的成分的话，它会往下流，它会附着在这边，可能甚至会在里面漫步。所以为了预防有油滴会被吸进去，所以在最后面这边还有一根管子，它的洞在这边。这个是可以算是整个空气滤线盒最低的地方。如果真的不幸有油流到这里面，它会往这边去累积，以确保这边不会被吸到油。你看，像我管子拆掉了，里面只有一点点的水跟油。所以今天就是一定要来清这一个，因为这个对引擎的影响算蛮重要的。因为而且这个东西我印象中好像真的没有多少人讲过，所以咯，今天我就身先士卒。聊一聊其实这个之前我就有讲过，只是我没有实际的拆给各位看，也不能说拆啊，就洗给各位看。然后像这支管子我有换过，因为旧的那支管子透明的，但是已经久了就变成黄色，根本就看不到。然后我又找不到管子。而且那根管子硬化的很严重啊，所以我才随便找一支管子，有点透明，就方便观察有没有油而已。
好，这样子就是它的状况。这边进，然后经过这个分离，油气分离以后，油来到这边，然后气往这边流。那相对的，它里面的过滤效果，它里面的过滤方式，有人说里面有海绵啊，但是我记得我拆过的那一颗里面没有海绵。那相同的，我今天就是不拆这一颗，因为我没有这个的备品。如果我拆坏的话，我可能车也不用骑了。所以今天就是用灌的，因为它这边是进气，这边跟这边是出气的话，那相对的，我们应该是要从这边，可能灌清洁剂啊，洗积碳的啊，都可以从这边灌。让它去里面清洗清洁以后，然后从这边倒出来。所以，而且再加上我刚刚讲的，我的管子跟出气口这边，它的油气越来越少，甚至我这支管子都没有油了。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这边堵住的几率很高。所以我就直接清洗。当然，如果你们想要测试的话，可能就是吹气啊，或者干什么，看它的顺畅度好不好，也可以做一个判断。稍等一下。那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聊的，多半来说，4行程的发动机、4行程的引擎一定会有这个系统。在摩托车上，汽车可能就要看了，有的车有，有的车没有。像我的汽车就是没有。没有过滤器，它有回收系统，但是没有那个过滤器，所以我才会加装那个废油回收管。那摩托车上都有，所以而且加上每台摩托车它的空气滤芯盒拆卸方式都不一样，所以但是多半都是设计在空气滤芯盒上。那这个可能就各位朋友你们要依自己的车辆车型，做选择拆卸。那在洗的过程中，尽量找一个容器、盆子，把那些洗出来的脏水集中处理，不要污染地上。那我会先选择，我先用去脂油灌进去，从反方向灌进去，然后把里面的一些比较容易清掉的脏污先洗干净。然后才会来用除积碳的东西下去做清洗。那现在开始咯。就像刚刚讲，我先用去脂油灌进去。其实用什么容器没有一定的标准啊，就可能各位自己衡量。有没有？就从这边流出来了。这里面好像有一个类似单向阀的设计，因为我从这边倒，它不会从这边出来，它都是从这边流，那可能要从这边倒。这样摇是听得到液体在里面流动，开始
哦哟，里面有一些积碳洗出来了。不好意思，狗在瞎叫。然后我选择灌泡沫式的清洁剂进去，清积碳的。那既然它里面有类似单向法的设计，我就选择都从这边灌了。因为我刚刚从这边灌，它不会从这边流出来，它都是从这个进气端这边进去，出气端这边出来。那就是要从这边灌咯。一样，这个孔要么就是把它堵住，要么就是尽量朝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把它灌满。因为我相信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在洗这个东西，有没有？我把孔两个都堵住，它就会冒出来。但是只要一放掉，它就会又跑进去。所以里面应该是有个单向法的设计，没有错。然后这样让它泡一阵子，稍等一下。好，大概泡了5分钟，我们来倒看看。没，哦有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都是类似积碳的脏东西。这个。再洗一次。像这个盆子里面，我不知道家人们看得到很多颗粒的东西，都是刚刚洗出来的。有没有？你看，倒出来的就都是有点类似油块啊、积碳的那些东西。然后再用液体的下去洗一遍。懂了。我这个都很久没有用了，所以压力有点不足。这些
这些一粒一粒的都是刚刚洗出来的，很多在这边，这边都是。再来清洗。基本上每次清洗就是尽量的把它灌满，因为里面的构造可能每一颗都不一样，所以稍微灌满一点，然后用摇晃的，有没有？这样就都能听到有液体在里面。哦，这次漏的更多。再来一遍。那如果各位不知道要用什么洗剂的话，我是建议尽量用一罐泡沫式的，一罐液体的，然后一罐去脂油。先用去脂油把油啊那些比较属于液体的东西洗干净，然后再用氢积碳的泡沫式的下去灌进去，让它溶解，然后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倒出来，然后再用液体的氢积碳的去做清洗。然后记得它的2个出口要先堵住哦，要不然你一面灌或一面漏。有没有？又很多了。我尽量让它沉淀，然后用一个像这个比较大块的都很明显，但是一压就碎掉了。这些这样子可能你们看不太出来，但是真的很多，都一块一块的，体积还蛮大的。再来洗最后一遍，因为天快黑了。当然，如果各位时间够的话，多洗几次，洗到干净为止也是 OK。只是我现在时间不太允许，我只能尽快的洗一洗。然后尽量的摇晃。因为不确定里面的构造是怎么样啊，真的尽量用摇晃的把它洗出来。然后记得左右翻倒，让它能够每个角落都倾倒是最好。来哦，还是有，这边还是有，但是比较少了。
我再从这边喷一次好了，因为毕竟所有的吸力都是靠那个孔产生。因为所有的吸力都是靠这个孔产生，所以一定要确保这个孔是顺畅的，它才会把压力吸出来。这里面也很多。再来。然后尽量做摇晃，如果时间够的话，让它浸泡一下，然后摇晃，尽量把每个角落都洗干净。这个孔就倒得出来这边了，但是从这边进气，它不会从这边出来，会从这边出来。然后从这边进去，不会从这边出来，会从这边出来，那就表示应该它的单向法比较偏向于下面这边，从这边进去，会从这边出来，不会从这边出来。我是相反。然后它里面好像有隔层的设计，要左右摇一摇，它才会倒得比较干净。基本上可以的话，就每个孔都稍微喷一喷。还是有大块的，只是比较少了。有没有？还是有大块的，这边还是有大块的。时间不够，要不然我还想洗得更干净一点。有没有？又有了。
些，这个不是，这些还有里面很多都是从里面洗出来的，像这些。然后可以看到它有点乳化的状况，表示里面一定有水。我用个我喝剩的奶茶杯子，我看能不能把它分离出来。这上面有残留一点，那个就算了。我先让它沉淀，然后慢慢的把液体倒出来。可以看到有油水分离的现象，里面真的是有水。这边已经倒了很多类似积碳的东西掉了，但是杯底还是很多。好了，大概就这样子。有没有看到上面这边？上面这边几乎都是刚刚洗出来的，还有很多小的都已经流下去了。那个就没办法弄给各位看。这个就卡在上面的这一边，这个就是刚刚洗出来的一部分，很多小块的就在下面了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。那今天这个4行程摩托车空气滤芯盒的废油回收系统的清洁跟它的作动原理，大致就到这边喽。谢谢各位，拜拜，拜拜。